我在贵州安龙县自驾的时候，发现了几座形似金字塔的山体。这些山体棱角锋利，岩石层层堆叠，最高可达200米，足足有50层楼那么高。因为这样的山体实在与贵州常见的山体大相径庭，不禁让人感到好奇：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还是人类创造的奇迹？又为何要将一座山建成金字塔的模样呢？带着这样的好奇，我自驾来到了这里，亲自解开安龙金字塔的未解之谜。大家好，我是路灯。我现在在贵州黔西南的安龙县，在县城的郊外发现了几座酷似埃及金字塔的山体，一时间红遍网络，人云亦云，流传出了许多关于这些金字塔的神秘传说。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？那么下面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当地人说呢，在我身后的这座山顶有一个观景台，它是欣赏安龙金字塔最佳的一个观景位置。在那里呢，看这些金字塔就特别的像。我们一起上去看一看。现在呢，我们顺着这一条路往上面走。你或者对安龙县并不熟悉，它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，是黔西南州的下辖县。之所以叫安龙，是因为南明皇帝曾在此建都。虽然这里历史悠久，风光秀美，但知名度并不高。而金字塔山体群的出现，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迅速在网络走红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探秘。在这个小树林里边，有许多的知了在叫，很清脆的声音，非常的悦耳。虽然这个山不高，但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的。去观景台这个山呢并不高，但是它是绕着山往上走的，所以有些陡峭。已经爬了3分钟了，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所以平时锻炼的身体素质非常的重要。这是后来修的爬山的一个栈道，地面用石头铺就，护栏呢是水泥做的。这还有一些石桌、石凳供人们休息。我们抓紧走2步，要不然天就黑了。还要往上爬吗？还有很高，继续爬吧。其实这儿也能看到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去山顶吧。现在基本上爬了一半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已经看到曙光了，最后一小步。爬到那个顶，叫做观景台了。已经没劲儿了。从山底下到观景台需要10分钟，虽然是10分钟，但是因为它比较陡，所以走起来特别累。我的心跳已经加快了，哇，真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夕阳也非常的美，哇，太漂亮了。这就是安龙金字塔的观景台，这儿有一个望远镜。这个观景台呢，是当地政府为了方便游客来参观，所以修建的，而且它现在是免费的。在这个观景台的位置，看安龙的金字塔是最像的，这个位置也是绝佳，特别好。许多游客呢来安龙看金字塔都要来这里来拍照打卡。看，夕阳要落山了，我们看一下金字塔。这就是安龙中国版的金字塔，大家看像不像？过去这些金字塔被植被覆盖，
看起来和普通山峰没啥两样。直到一场山火烧掉了表面的树木，它们才露出真容。一座座山体外形规整，底部宽大，顶部尖锐，棱角分明，层层叠叠，像极了人工精心推砌的巨型建筑，和埃及金字塔特别像。目前已发现的安龙金字塔有15座，其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是位于坡云社区姐妹金字塔，其高度分别达到了150米和200米左右，非常震撼。关于安龙金字塔，现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的猜测与传说。有人说安龙金字塔位于北纬30度线上，于是它与同纬度的神秘景观如埃及金字塔、百慕大三角区等产生联系。还有专家携带精密仪器对安龙金字塔进行了细致的测量与分析，他们发现金字塔的岩石分层异常整齐，每一层的厚度几乎一致，这显然超出了自然风化的范畴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在金字塔的表面，专家们发现了明显的人工堆砌痕迹。这些证据表明，这些都似乎在指明这是一处远古文明的遗迹。金字塔的岩石很可能是经过精心切割和巧妙堆砌而成的，而非自然形成。这些都似乎在指明这是一处远古文明的遗迹。还有人大胆猜测，这些金字塔或许是南明皇帝朱由榔留下的古墓。清朝初年，也就是公元1652年，南明永历王朝搬迁至安龙，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建立陪都，期间他将安龙千户所改为安龙府，龙字为真龙天子的龙，誉为真龙天子之居住之地，安龙名字由此而来。于是就有人猜测，这些金字塔形状的山体可能是皇帝留下的古墓。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，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，因为当时的南明朝廷正处于战乱之中，内外交困，既没有足够的财力，也缺乏充足的时间来建造如此规模的陵墓。其实呢，在我看来，安龙金字塔其实就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。大约在4亿年前，云贵高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后来随着地壳的抬升，海水退去，又经过数亿年流水侵蚀和风化，这里最终被大自然雕刻成了锥形山体，记录着地球漫长的地质变迁。所以它们到底是远古遗迹，还是纯粹的自然景观？感兴趣的话，不妨亲自来安龙看一看吧。